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斑马纹的戚风蛋糕。先把鸡蛋的蛋清和蛋黄分开，分别放在2个盆里。放蛋清的盆一定要无油无水。在装蛋黄的盆里加入牛奶，再加入玉米油，用蛋抽把它们搅拌均匀。然后再筛入低筋面粉，筛入低筋面粉以后拌匀。如果面粉有颗粒的话，可以像这样用刮刀压一压。把抹茶粉装在一个小碗里，倒入刚刚煮开的沸水，搅拌均匀。用热水调好的抹茶粉，最后在混合面糊的时候不容易消泡。现在来打发蛋清，在蛋清里挤上几滴新鲜的柠檬汁，可以使蛋糕去腥。电动打蛋器开1档，转着圈的搅打蛋清。打到蛋清出现这种粗泡的时候，先加1/3的细砂糖，继续搅打。大泡泡变成细泡的时候，再加入1/3的细砂糖，然后继续搅打。打到出现纹路的时候，再把最后剩下的细砂糖全加进去。继续用电动打蛋器搅打，打到后边你感觉有阻力的时候，就要勤检查，防止蛋白打过了。提起打蛋器，看到打蛋头上的蛋白可以呈现一个直立的大尖角，这样子就打好了。然后先把1/3的蛋白放在蛋黄糊里，用切拌或者由底部向上翻拌的方式来搅拌。等它们完全拌匀，看不到蛋白的颗粒了，就把它倒进剩下的蛋白里。继续把它翻拌均匀，刮刀从盆的中间切入，由底部向上翻拌，一边翻拌一边转动打蛋盆，直到面糊变得非常的细腻有光泽，而且看不到蛋白的颗粒，就像现在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挖一点面糊放在抹茶粉里拌匀，再把已经搅拌好的面糊分成2份，可以平均分配，也可以1份多一点，1份少一点，这个取决于你最后想要花纹的多少来决定。建议大家还是分成多1份和少1份，花纹太多的话，我觉得也不太好看。然后把抹茶面糊装进少一点的面糊里，继续用刮刀把它们翻拌均匀。这个时候可以把烤箱预热上，上下火150度预热10到15分钟。看这个用热水调出来的抹茶粉没有导致面糊消泡，面糊还是很浓稠的。接下来要开始创作花纹了。先崴2勺白色的面糊放在模具的中间，如果面糊太稠的话，要用勺子把它摊平。然后在白色面糊的中间放绿色面糊，也是要把它摊平。然后继续在绿色面糊的中间放白色面糊，就这样一层白色一层绿色，这样交替着放，每次都是放在中心点。我今天拌好的这个面糊比较浓稠，如果你看我这样操作觉得不太好操作的话，可以打蛋白的时候不要打那么硬。但是这样状态的戚风蛋糕做出来以后，花纹会比较清楚，而且蛋糕也比较松软。这里还要再跟大家强调一下，做戚风蛋糕的话，一定要用阳极的模具，千万不要用不粘的模具。不粘材质的模具会影响戚风的长高。如果你的技术很高，那么你用什么样子的模具都可以。
如果你是新手的话，就按我说的用阳极的模具来做戚风蛋糕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的面糊越堆越高，没有自然落下去的话，可以像我这样子轻轻晃动模具，让面糊慢慢的落下去变平，然后再继续放面糊，直到把所有面糊都放进模具里。接下来把模具在桌子上摔几下，摔出里边的空气，然后放入烤箱的最下层，用上下火150度烤1个小时左右。具体烘烤的温度和时间要根据自己家的烤箱来调节。我的烤箱是150度烤1个小时正合适。戚风蛋糕在烘烤的时候会慢慢的长高，长到最高以后还会回落变平。等它变平了以后，再烤个10分钟左右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轻轻地拍一下蛋糕的表面，如果弹性很好的话，就马上出炉。出来以后，先在桌子上震2下，把里边的热气震出来，然后赶快倒扣在晾凉架上，一定要等它完全凉透以后再脱模。用手按压戚风蛋糕的四周，让上层的蛋糕和模具分离，然后双手轻轻地从底部往上推，这样蛋糕就可以和模具分开了。再把蛋糕的底部从外边往中间推，一边推一边转圈，慢慢的蛋糕就可以和底部的模具分离了。这个戚风蛋糕就脱模成功了。切开以后，你会很惊喜的看到漂亮的斑马花纹。那今天这个斑马纹的戚风蛋糕就完成了。如果大家想收藏查看更详细的图文菜谱，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幸福的眼泪。如果小伙伴们做了这款蛋糕，欢迎到我的新浪微博艾特我来交作业哦。